Wow, buongin lai dal werdada. Banchi de seizure. Jet Set Radio. Jet Set Radio 作为一款动作游戏，以架空世界的东京作为游戏舞台，玩家操控脚穿直排轮滑角色在城市疾驰，一边躲避敌人的干扰，一边收集喷漆，在指定的地点涂鸦。角色在移动时可以进行冲刺、跳跃、滑行，还可以抓住汽车尾部搭车。通过特技可以提高角色的速度和跳跃高度，通过这类技巧前往一些需要使用特技才能到达的地方。涂鸦时需要在地图中收集喷漆，黄色只能绘制一个小图案，蓝色相当于5个黄色喷漆，红色则是恢复角色生命值的道具。涂鸦分为3种尺寸，小型涂鸦可在移动过程中一次按键就可以完成，大型和超大型涂鸦需要使用摇杆快速按照提示完成指令，消耗的喷漆数量和指令难度会根据图案大小变化。在游戏的涂鸦当中，美国的涂鸦艺术家 Eric Hayes 为本作提供了多幅涂鸦作品，其余的涂鸦是由负责美术的织田龙太和其他设计师所绘制。除了收集游戏中的涂鸦外，玩家还可以通过世嘉官网下载由玩家和官方绘制的涂鸦图案，通过当时 DC 上的 Dream Passport 将 JPEG 格式的图片保存到 VMU 中。在基本流程中，一般需要玩家将关卡内敌方团队的涂鸦全部改为自己的涂鸦，完成后即为通关。在完成一定数量的涂鸦后，会与警察或敌方团队出现进行妨碍，到了后期甚至会出动直升机、坦克等夸张的敌人。在 BOSS 关卡中，玩家需要在场景中追逐所有的敌人，在他们的背上涂鸦后完成关卡。除了每关可收集的图标外，还可以通过完成任务收集同伴，而每名同伴的性能都有所不同。游戏在操作上没有复杂的按键要求，可由于轮滑的特殊性，需要时间来适应。一旦掌握时机和技巧，就能在游戏中尽情驰骋。只有实际上手才能体会到游戏带来的爽快感，仅凭影像无法传达。建议没玩过且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亲手试试。当角色受到敌人攻击或从高处掉落，被行驶中车辆撞击都会减少体力值。每关还设有时间限制，一旦时间或生命值降至为0，都会 Game Over。游戏在画面表现上使用了 Manga Dimension 技术，将2D 与3D 融合，呈现出独特的图形效果，凸显了街头文化。凭借独特的画面表现和世界观，游戏曾获得许多奖项。Wow, Tai Nu Biwa. BGMs 汇集了与街头风格相匹配的嘻哈、打碟以及流行、朋克等多种风格，以游戏的世界观非常契合，多是节奏轻快的曲目。除了主要负责的长爪音树外，还有 Richard Jack 等海外作曲家，以及 Guitar Wider 和 Deal with Soul 等乐队和组合参与制作。如果没有这些音乐的加持，游戏的整体质量会降低一个档次。与标题同名的 Jet Set Radio， 在设定中，这是一个在东京进行广播的海盗电台名，因此当 BGM 进行切换时，会听到类似广播选台时的干扰音。在游戏进行中，几乎没有音乐中断的情况，唯一的缺点是导致游戏加载时间变长。本作的导演为菊池正义，美术设计由植田龙太负责，两人都是同年入职世嘉，共同参与了《铁甲飞龙2》和《Azo 铁甲飞龙 RPG》的制作。1998年夏天，刚好是 DC 即将发售的时期，在 Azo 的开发完成后，与藤佐子3人一同开始考虑做一款新游戏。因为之前制作的都是幻想类游戏，于是想开发一款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作品。最初的目标是制作一款至今都没有过且充满流行元素的游戏，
这是植田龙太在进入世嘉前就已有的想法，想带给玩家回溯体验青春时代的游戏。当他看到 PS 上的啪啦啪啦啪后，让他有种自己的想法被别人抢先实现的不甘心。可从他作为玩家的观点来看，啪啦啪啦啪在游戏性上略显不足，觉得一款拥有流行要素的游戏应该有更丰富的玩法。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希望能制作一款能让人觉得很酷的游戏，于是他们开始收集身边所有觉得酷的东西，不仅限于游戏，还包括音乐或服饰，从大众化的物品到地下作品等等，将这些收集起来后进行结合。游戏中标志性的直排轮滑鞋也是当时收集的物品之一。企划初期，他们模仿大卫鲍伊作词作曲的方式，把想要加入游戏的关键词并列排开。虽然不知道方法是否正确，但这却为他们带来不少新发现。通过不断组合和变化，逐渐确立了游戏中的世界观和基本玩法。收集关键词和完善企划内容的工作持续了1年时间，因为当时所有人都分别在进行其他工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游戏的企划进度。比起这些，游戏的企划说明会才是最困难的。因为是全新类型的游戏，没有实际可用的说明案例，如何让高层理解他们的想法是一道难关。他们只能把关键词展示给高层，高层一度以为这是一款竞速游戏，他们只能强调不是竞速类，而是动作游戏。创意的无法传达，导致游戏一直无法获得开发批准。虽然不知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说服高层，终于得到了开发批准，可正要进入开发的时候，发现大多成员还在忙其他项目，连可以负责程式和美术的人员都抽不出空。于是植田龙太做出了一个略有风险的决定，由公司里的年轻成员进行开发。一般世嘉在组建新的开发组时，会让有经验的开发人员作为核心，在这些核心的带领下进行开发。而 JSR 的成员以年轻社员为主，平均年龄27岁，组内最年长的只有植田龙太和居池正义，入城师在当时也只有26岁。可能正因为都是年轻人，因此不需对无法接受某些前卫设计的老前辈进行妥协，在开发上完全没有受到制约。至此，1999年9月，游戏正式进入了开发阶段。新开发组最初由6名成员进行开发，他们作为核心成员为游戏奠定了基础。在这之后，游戏的开发规模被扩大，不过在最高峰时期也不过28人。对比植田和菊池之前开发的铁甲飞龙，开发人数的差距非常大。菊池感叹，开发的1年多时间里，对比之前的铁甲飞龙，感觉在本作的工作量是之前的5倍。1998年年末，织田龙太就开始了角色的设计，考虑到流行的趋势会随时变化，在设计时尽量避免带入当时的流行元素。因为在企划阶段已经对游戏有了充分的理解和想象，所以在绘制人设时都相当随意，几乎不画草图修改。比起注重细节，他更在意角色的整体感觉，将设计好的角色导入游戏才是最重要的。角色设计上几乎没有太大变动，与初期企划阶段一致，只有 DJ 由最初的白人改成黑人，其中不少角色的名字都取自零食小吃。制作美术素材时，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动。在背景方面，他与另一位设计师进行了各种尝试，最终决定参考松本大洋的作品，将背景设计成20世纪60年代的风格。至于画面的呈现方式，要回溯到企划阶段，他们认为使用类似于 cel shading 动画渲染的表现手法，能更好地还原织田龙太绘制的概念图。不过当时谁都无法确定是否能应用在游戏上。虽然当年动画渲染这一技术已被世人所知，不过大多都是用在预渲染后的影像作品中，即时渲染的难度很大，想要在 DC 主机上及时描绘，会造成很高的处理负荷。为此，世嘉点出镜，与身为后辈的织田龙太共同研究出可以为多边形高速描绘轮廓线的技术。因为看起来像漫画轮廓线，因此得名 Manga Dimension。游戏在选色上进行限制，指定颜色时又受带有克洋阿基拉的影响。
而本作也成为游戏界最早使用动画渲染技术的代表作。PS2 上的《如龙》和《如龙2》传承了源自于 Jet Set Radio 的 Manga Dimension 这项技术，为让画面展现出超越技能极限的多边形处。通过这项技术，让游戏内的背景建模看起来精度很高。GSR 里的繁华街场景中，有部分招牌和 logo 直接流用到《如龙》中。游戏在玩法上虽然很早就确定角色穿着轮滑鞋在街头滑行，可仅凭这些内容，让游戏显得更像竞速游戏。期间也有人提议，干脆就改成竞速类，不过大部分人坚持要做成动作游戏。经过一番商讨后，决定做成在有限空间内可以自由行动、突出速度感的作品。最令他们头疼的是角色们在街头滑行的目的。经过不断思索，想到了涂鸦这一要素。涂鸦既给了角色到处滑行的理由，也与游戏的风格和世界观完美融合。唯一的缺点是散落在各处供玩家拾取的喷漆罐，这种违和让追求真实感的成员们无法释怀，可实在又想不出合理的解释，最终只能设定成只有玩家角色才能看到的街头之魂。玩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GSR 虽然看起来风格轻松明快，可实际操作难度不低。开发组表示，现在游戏的难度越来越大众化，反观北美等地，游戏难度都很高，却没有玩家因太难而抱怨。他们希望游戏可以让玩家在不断的失败中反复尝试。游戏太简单会丧失其核心乐趣，因为是全 3D 游戏，而且有许多多层构造的场景，这导致调整视角的难度很大。特别是在初期调整的时候，许多成员都体验了一次晕 3D 的感觉。负责本作音乐的长沼英树出生于日本札幌，5岁时受姐姐影响开始学习双排电子琴，中学时开始沉迷欧美音乐，通过打工自己购置了一台合成器，从此开始了音乐创作。进入高中后，开始在爵士乐俱乐部打工，担任调酒师和 DJ 的工作。通过杂志了解到世嘉在招募 Sound Creator， 于是投递了自制的 demo 磁带后被成功录用。最早参与的大型项目是世嘉拉力2，2000年参与的 GSR 正式确立了他的音乐风格。长沼英树负责了游戏中一半以上的曲目，他的音乐相比日本，在欧美更受追捧。2023年，由荷兰开发组发行的独立游戏《Onrush Cyberpunk》有请到长沼英树负责编曲，作为致敬 GSR 的作品，受到不少原作粉丝的肯定。只见龙太曾在游戏发售后直言 ，GSR 应该不会有很高的销量，这里确实被他言中了。虽然查不到具体销量，不过根据推断，可以肯定销量不到7万张。虽然在商业上没有取得成功，但当时的开发人员们表示，假如未来有类似游戏历史年表的排名，希望2000年的游戏中能有 GSR 的一席之地。值得庆幸的是，至今为止，算上各类移植版，全球总销量已经突破100万。在日本发售的 GSR 有2个版本，一个是出版 Jet Set Radio， 另一个版本是根据美版 Jet Ride Radio 再移植的 Della Jet Set Radio。对比出版，增加了2个美国关卡，语音改为英语等，但有删减部分原版中的曲目。2003年，以 Jet Ride Radio 为标题，即在北美发售过 GBA 版，限于机能改为2D 俯视角。虽然尽量还原了 BGM 和游戏玩法，但实际效果远不及原版。游戏内容是以 Della Jet Set Radio 为基础进行的移植。2002年 ，Xbox 在日本发售，此时的世嘉已经退出硬件市场，并转型为软体商。Jet Set Radio Future 作为 Jet Set Radio 的续作，也是世嘉正式加入 Xbox 开发阵营的第一款游戏。作为首发软体之一，还在东京的夜店举办过宣传活动。
游戏在画面上的进化明显，角色比例上比前作更显修长。由于世界观设定是在未来的东京，所以剧情与前作几乎没有关联。前作中的多名角色也在本作中登场，除了对操作方式进行了稍微调整，还新增了 Boost 大使用新动作，再次强化了游戏的爽快感。另外也取消了时间限制，场景也比前作更大且相互连通，游戏还支援最多4人同时对战。另外，游戏取消了通过网络上传或下载涂鸦的功能，不过玩家依然可以用手柄在游戏中自行绘制图案。在音乐上，延续了前作的创作形式，长沼英树依然作为主导。长沼英树入组后，突然被告知希望曲风与前作走不同的路线，因为在前作时还有许多想法没有发挥，他认为维持前作节奏轻快的曲风更符合游戏风格。就是在这种不情愿中，他创作出这首《The Concept of Love》。虽然他个人认为有 pop 感的曲子更适合放在标题画面，没想到在 E3 展出后意外的大受好评。受到鼓舞的长沼英树决定延续这种酷的路线，决定整体编曲方向。新作除了全新曲目外，也有部分来自前作的混音版，整体素质依然很高。据说最早本作的标题被定为 Jet Set Radio 2， 平台仍然是世嘉的 DC， 随着世嘉推出硬体市场，只好作罢。虽然在各方面进化明显，可因为登陆在 Xbox 平台，影响了游戏的销量和知名度。不过在欧美国家依然受到好评。虽然各大媒体对 Jet Set Radio Future 的评价都不低，可销量却较为惨淡。美国应该没有超过10万，而日本只有不到3万张。本作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移植版，不过因为 Xbox 360可以运行 Xbox 游戏，有360的玩家可以试试本作。虽然是新主机上的作品，而且进化明显，可本作的开发时长只有1年零1个月，开发人数上比起前作稍有增加。菊池正义和织田龙太依然作为核心开发人物，因为公司内外有不少声音表示希望游戏的速度感再加强些，于是为了迎合移动速度的提升，将地图尽可能的做大。另外在涂鸦时取消了大幅涂鸦指令的输入，保证了游戏的节奏。地图的制作上比起真实感更注重脱离现实。因此在游戏中除了科幻元素外，也能看到昭和风格的商店街等场景。高低差明显的场景被大量加入，游玩时会有在操控角色短程飞行的错觉，甚至我有时会特意去玩那几个场景，非常解压。因为硬体性能的提升，所以织田龙太对画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入了许多前作无法实现的质感表现，达到了当时所能做到的技能极限。因为 Xbox 是出自微软的主机，所以开发很方便。菊池正义感叹，能在 Windows 上就完成全部的开发，是种很新鲜的体验。在制作 GSRF 初期，菊池正义提出，如果用 GSR 的角色做一个滑板游戏，会不会很有趣？其实，在制作 DC 版 GSR 的时候，有设计过使用滑板的敌方角色滑板人，当时连声音都已经录制好了，不过最终却没有加入到游戏中。之后，菊池正义根据这个想法制作了街机游戏 Ollie King。2023年，世嘉公布了 Jet Set Radio 的完全新作，菊池正义和织田龙太再次联手，共同打造本作。从公布的内容可以看出，是以初代世界观为基础，场景上更偏写实。虽然只是很短的一段内容，却令我非常激动，于是也就有了制作这期内容的想法。虽然我更希望推出 Jet Set Radio Future 的新作，不过既然会有新作推出，那以后也说不定能等来全新的 GSRF。本期主要目的为传道，希望
希望没接触过的朋友可以有个大概了解，也能让老玩家回忆起曾经对 Jet Set Radio 的热爱。本期就到这里，如果觉得还不错，请点赞、订阅、留言。See you next time. Not at all. Not at all. I don't like it. Not at all. I don't like it. I don't like it. Take it easy.